这也许是弗拉德与穆罕默德距离最近的一次对决。弗拉德失去了爱人和祖国，他必须要奋力抵抗。在双方兵力无比悬殊的情况下，选择刺杀穆罕默德也是无奈之举。这是个风险极大、成功率并不高的计划，而且弗拉德竟然丝毫没有怀疑那张纸条的真伪。他慷慨激昂地对自己的士兵们发表战斗宣言。对大多数人而言，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战斗，每一个参与者都是英雄。他们在今夜用鲜血去证明，他们的领袖弗拉德绝不会对奥斯曼帝国屈服。此时的奥斯曼军营进入了宵禁时刻，在屡次三番被突袭后，穆罕默德颁布命令，夜晚来临后，所有士兵都要进入帐篷，营地里只有巡逻队和卫兵保证安全。马哈茂德将军来到穆罕默德的帐篷问安，穆罕默德一时兴起，让将军即兴赋诗一首。将军一抱手，张口就来，活脱脱一个被战争耽误的诗人。这首表面吟诵爱情，实则表达真心错付的诗，似乎是在抒发穆罕默德对弗拉德感情。我自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，让穆罕默德陷入沉思。但这两个男人在帐篷里吟诵爱情诗的氛围很是尴尬。穆罕默德对弗拉德是真的如此真诚吗？这只能是见仁见智的解释了。马哈茂德离去后，穆罕默德默默地磨着刀，回忆着与弗拉德的前尘往事。这似乎在预示着弗拉德和穆罕默德即将有一场对决。弗拉德的夜袭部队穿着奥斯曼人的军服，骑着不易嘶鸣的马匹，慢慢靠近奥斯曼人的营地。此时，离开苏丹营帐的马哈茂德碰巧遇到从自己帐篷中出来的拉杜，这让他疑心四起，于是快步跟了上去。突然，奥斯曼营地里冲进了一大队人马。这些身着奥斯曼军服的突袭者见人就砍，被惊醒的士兵一出帐篷都懵了，完全分不清敌我。只见一堆自己人在互相厮杀，也许瓦拉基亚突袭者有自己的特殊符号吧。在一片混乱中，弗拉德穿过混乱的战场，杀死阻拦自己的敌人，直冲入目标帐篷。殊不知，站在他面前的不是穆罕默德，而是弟弟拉杜。弗拉德从惊讶中冷静下来。他看着手握长剑的拉杜，问弟弟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背叛自己和祖国了。说着收起了武器。显然，弗拉德希望弟弟放下武器，和自己一起杀死穆罕默德，赶走入侵者。兄弟齐心夺回王位，自己当国王，而拉杜将成为自己最信任的大将军。但拉杜丝毫不打算和哥哥一起，他认为已经宣誓要效忠苏丹，就不能背叛自己的誓言。弗拉德反驳道：“被刀架着做出的誓言算不得数。”没想到拉杜话锋一转，指责哥哥就是个暴君，如果自己追随，那就是助纣为虐，而哥哥失去爱人就是上天的惩罚。这番话真是杀人诛心啊！弗拉德一惊，弟弟怎么会知道安娜塔西亚公主？拉杜甚至有点得意地笑道：“自己就是这件事的亲历者，原来逼死爱人的是亲弟弟，这种弟弟不要也罢。”愤怒抽刀扑上去，突然帐篷掀开，那位诗人将军带着人冲进来，大喊：“弗拉德狗贼，不准对未来的瓦拉吉亚国王无礼！”弗拉德一看对方人数优势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打翻一个大帐中取暖的火盆就跑了。此时的穆罕默德在混战中杀得酣畅淋漓，也不知道他杀的是自己人，还是穿着奥斯曼军装的瓦拉吉亚士兵。他一边杀一边大喊：“取一个瓦拉吉亚人的首级者得1金币。”然后召唤出精锐耶尼切里军团以及手炮小队，开始向混战的营地里不分敌我的开炮。这时拉杜赶过来警告穆罕默德，哥哥弗拉德不知所踪，他一定是在寻找苏丹，所以苏丹需要赶紧躲起来。这个建议看起来很合理，但仔细一琢磨，真是大跌眼镜。这已经是在自己的军营里了，往哪里躲？堂堂一个苏丹，躲哪里都不合适。抬头就看到烟尘火雾中发出挑战的弗拉德。穆罕默德抽刀就狂奔而去，就那么巧，他刚跑开，一个炮弹就落在他身后，挡住了马哈茂德和拉杜和所有卫兵随从，阻断了支援。穆罕默德独自前去，他和弗拉德距离看着近，其实很远。他穿过无数的帐篷，只跑到周围都没啥人的地方，找到了弗拉德。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弗拉德指责穆罕默德占领了自己的国家，抢了自己的王位，逼死自己的妻子，还抢走了自己的弟弟。总之就是家破人亡的局面。穆罕默德反驳，
弗拉德背叛自己，还动不动就把人穿刺，自己是为民除害。弗拉德冷笑，反正苏丹最后也好不到哪去，自己派出的杀手会杀死博尔巴哈和太子。穆罕默德终于忍不住扑了上去，两人抽刀扭打在一起。这几乎和穆罕默德的噩梦一模一样，甚至连招数都一样。所以穆罕默德化解了弗拉德的必杀技，突然一个炮弹在两人身边爆炸，瞬间把两人炸晕过去。当穆罕默德醒来，眼前是拉杜和马哈茂德，弗拉德已经消失无踪了。弗拉德既然先醒了，他为何不杀了苏丹，就这么走了？也许这次对决只是穆罕默德炸晕过去的幻觉，他只是被那枚炸弹炸晕罢了。弗拉德从帐篷逃跑就离开了。醒来的穆罕默德马上命令无论如何找到弗拉德，自己要亲手宰了他。然后他展现出卓越的指挥能力，铁桶阵、便携式火炮、耶尼切里军团等等，一股脑招呼上。人群中，弗拉德的手下发现这哪是突袭，这根本就是自投罗网。对方看起来早有准备，于是偷偷逃跑了。这场战斗打了一整夜，第二天凌晨4点才结束了战斗。这场战斗共计死了24000人，就算弗拉德的1万人全部死光，穆罕默德也损失了14000。战斗结束后，拉杜好奇地问：“为何穆罕默德看起来早有准备？”穆罕默德得意地表示自己参考了亚历山大大帝打败大流士的战斗，那也是一场兵力悬殊的战争。亚历山大通过直取大流士而取得胜利，因此他猜弗拉德也正是利用这个战术。但可惜，弗拉德并不是亚历山大，而自己也不是大流士。在获得这场突袭的胜利后，摆在穆罕默德面前的就是攻城，取得首都的控制权。大军准备妥当，却发现城门大开，毫无守军抵抗。穆罕默德派出一支先遣小队，小心翼翼地进入城中，安然无事。原来真的只是一座空城，守军和住户早早的就去逃难去了。穆罕默德带领手下穿过城市街道，当他们从另一个大门来到城外时，眼前的景象令所有人惊恐不安。大路的两边都是被穿刺的死尸，贵族、伊斯兰教徒、奥斯曼俘虏。据说历史上苏丹看到这景象，马上拿出地毯跪地祈祷。而在本片中，穆罕默德满眼含着泪水看着已经死去多时的老丈人，命令手下带领士兵把所有死者从木桩上取下，好好安葬。没想到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瓦拉几亚的都城，有了城就需要有个新国王，拉杜就成了不二人选。就这样，拉杜成为了瓦拉几亚的新总督。拉杜还没把凳子捂热，就听说苏丹要班师回朝，着急地询问穆罕默德为何那么快要走。穆罕默德安慰他会留下2000精兵帮他稳固政权。临行前，希望拉杜成为一个好君主，同时送给拉杜一把象征权力的匕首，然后转身拂袖去，深藏功与名。事实上，回到伊斯坦布尔的王宫里，穆罕默德还是为没有亲手杀死这个发小宿敌而耿耿于怀，连继母马拉都看不下去了，前来说服他要把眼光看远点，不要总纠结旧事。但穆罕默德还是无法放下对弗拉德的执念。他独自来到藏书阁，找出那本儿时用来占卜的《伊利亚德》，他想要再次占卜。当他郑重其事地闭上眼，找随机的一页里找到一段，睁开眼后，他欣喜地发现，竟然就和小时候找到的那一句一模一样。这根本不是巧合，完全是神意。穆罕默德看着这句话，欣慰地笑了。苟安必坠无名冢，拼搏中流万世名。穆罕默德终于放下心结，开启自己新的征战和统治。直到19年后，弗拉德的人头被悬挂在城墙边，垂垂老矣的穆罕默德亲自来到这个发小边，这是两人的最后一面。成王败寇，穆罕默德拿出儿时弗拉德送给自己的那枚硬币，随手扔在那腐烂的人头前，大步转身而去。